你醒了。我这灵中的瘴气有毒，我给你吃了解毒丹药。不过这解毒的过程中，会暂时失明。失明？你这是救我还是报复我呀？穆玄灵，对不起，我之前做了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，我心有愧疚，我也有心弥补，但不知从何做起。过去我总觉得，我背负着雍血城的责任，有很多的不得已。但这次重逢之后，我才渐渐的明白，我不只是雍血城城主，我也是我自己。你是假的谢雪晨。我是真的。这玉牌是南虚月送你的，你他将如此贵重的法器送给你，可有对你说些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好香。这里种了很多桃花吗？是重了一些，但不是花树散出的气味，而是这瘴气之毒。中毒之人身上会出现很多桃花斑纹，解毒的过程中，身上会溢出浓郁的桃花香气。什么时候桃花斑纹没了，毒性才算完全解了。斑纹长了很多吗？那是不是脸上也有？是不是很丑啊？脸上好像没有，脖子上倒是有一些，还有这……还有哪里？你不用太担心，这些斑纹像桃花一样长在你的身上，一点都不难看。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这香气让人放松、愉悦，容易失了神智。我还是去洞口守着好了。说起来好笑，之前我在暗域的时候，常常枕戈待旦，有时候即便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一夜无眠也是常事。但昨夜你守在我身边，我却很快入眠，无梦到天明。看来谢城主正人君子的形象，果然是深入人心啊。谢雪晨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桃花的味道好像越来越浓了，让人有一点喘不上气？你你的心肠很硬，嘴唇却是很软。你你果然是在报复。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信吗？
我信。你还是放开我吧。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对你动手动脚。谢城主，为人正直，清贵高洁，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报复我，多委屈你了。第一，你并没有做错，是我做错了。第二，我并非什么清贵高洁之人，也只是个会动心、会动情的普通男人罢了。第三，我没有在报复。第四，我不委屈。第五，我不会再放开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穆雪玲，我是谁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趁人之危。现在道歉，你是知道错了。是，我应该在你看得见的时候亲你。我去动狗手掌。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。穆玄灵，你怎么回事？这点定力都没有，好险！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公子今夜似乎有些心绪不宁。我送了他一块玉佩，上面附有我的防御法阵。可方才我感觉到，这法阵被触动了。有危险？只是触动，法阵未毁，不像是出了什么大事。公子早些休息吧，明日一早便出发。我有说过要去哪儿吗？你心有执念，放不下，便终究会去的。琼居岛是灵族之地，不安全，我与你同去。有一事，你未提，我也就未曾问过。可我今夜却有些好奇。何事11年前，你满身是伤来到运秀山庄，以10年效忠之誓，换运秀灵药救你的弟弟。如今10年誓约早已完成，以你之能，天高地阔，为何不走？怎么，公子想赶我走？风瑶，我并非是个好人。我知道，灵族屠运秀那日，我也在。你与朽仙阁主的交易，我亦知。说起来，我也不算什么好人。既是坏人，又为何不利己？或许是因为我无他处想去，亦无他事可做吧。既然你愿留下，
那便继续同行，一路走下去，一起看看这终点是明是暗。尊上仍然不愿见客，请回吧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告辞了。你啊！一个死了20年的肃宁熙，就能让尊上沉寂至此，这英雄气短的戏码，我光是看着就火大。他快死了，如今强撑着一口气，不过是想多看那肃宁熙几眼罢了。赤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暗域易主是常有的事。以前的暗域之王也并非丧气，不是吗？阁主，如何？桑琪还是不肯见我。确切的说，桑琪从净化宫带走苏宁熙尸身回去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人。桑琪是靠不住了。那日，苏宁真在星辰谷设下结界，我未能成功潜入，所以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照桑琪如今的情况来看，他们那天一定是聊到了很重要的事情，很可能是混沌珠的线索。那看来得阁主您亲自去一趟暗域了。还有一事，谢雪晨和穆宣灵到了琼居岛，进了七凤林，可要前去伏杀。七凤林那地方精魅异兽横行，有进无出，有去无回。派人在七凤林外设伏，若他们侥幸出来，趁其虚弱，立刻围杀。你的心肠很硬，嘴唇确实很软。此处的花瓣很多，有2瓣是我种下的。醒了为何不出声？没力气起来吗？我自己可以。眼睛看得见了。你要干嘛？若是看不见，我可以背着你走啊。若是看得见，那要怎样？自然是要赶路了。你以为要怎样？我自己走。仙道败类，一管禽兽，人族之耻。3丈之内的距离，我还是能听到你在说什么的。
似乎所有的灵气都在朝着一个方向移动。听说长生莲的生长需要吞吐天地之灵气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里有修为极其深厚的人在修炼，吞噬灵力，也会出现这种波动。这里有足够多的法器灵药，足以让你离开密林。哎，等等，你真要去寻什么长生莲，求什么不老药？是比长生不老更重要的是，我已将一线牵的距离放长，若遇危险，你速离去，不必管我。听说雍雪城很穷，真是谣言。明明家底这么厚，要么就趁现在带着他的戒子带跑吧。这就是无水之地。这池中的灵水，并非真正的水，而是灵气凝聚所化，难怪称为无水。这就是长生莲，世间竟真有此物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来窥伺长生莲？在下谢雪晨，寻觅至此，并非为了长生莲，而是求莲心子一游。谢雪晨，没听说过，无名小辈也敢来落巫山找死？尊者可是一直在此等待花开？长生莲的珍贵之处在于花瓣和根茎，在下无意相争，只求莲心子一游。这世人都知道，长生莲才是世间至宝，莲心子是世间至苦之物，你要来何用？我有意友人服下了悟性草所制之毒，如今性命犹危，祈求莲子解毒。撒谎！我就不信有人千辛万苦找到这儿，不是为求长生的。火凤法相，哼，修为倒是不俗，可以在我手下多撑几招。这些你怎么来了？还你东西！你要是死了，我拿着这些遗物，岂不是晦气？唉，早知道这么强，我就不来了。哼！尊者，我们无意冒犯，何必咄咄逼人？君天剑，君天剑是上古鸿蒙杀气所化，
自居灵石，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得君天认主？他是仙盟盟主，天生石窍，法相巅峰，得君天认主有什么奇怪？你若是怕了，就走开。胡说八道！乾光君才是仙盟盟主。乾光君？那不是你们初代盟主吗？什么初代盟主啊？难道我才走1年，仙盟盟主就换人了？尊者，乾光君是6000年前的仙盟盟主。6000年，我才进这落巫山不到3日，怎么就6000年了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是6000年前的人？可人族不可能活6000年。你们究竟是何人派来的？说这些话诓我是何居心啊？6000年前，火凤法相，我似乎知道他是谁了。想必尊者就是灵居岛创派祖师凤香尊者。灵居岛创派，那也是6000年前的事儿了。难不成这个地方有古怪？是我们回到了6000年前，还是他来到了6000年后？6000年，6000，那乾光君如今在何处啊？世间皆传，在你归隐山岭之后，乾光君辞去盟主之位，随你而去，如今早已不知所终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骗人！骗人！你们骗人！怎么会？好像要发狂了。是法相崩毁之兆，走。雪灵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刚才是法相崩毁引起的爆炸，凤香可能已经陨落了。他的法相是只火凤，怪不得这里叫七凤岭。但人族之寿不长，他是6000年前的人，怎么可能活到现在？难不成这里的时间和外面不一样？数日之短便是6000年，那我们未必如此。落巫山虽古怪，但只凭凤香的几句话，并不足以下此结论。只是长生莲要100年才盛开次，结出莲子。方才我去看的时候，长生莲并未长成熟，若要取得莲子，恐怕还需要再等上些时日。希望方才的爆炸没有伤及长生莲。原来你想要的是莲子，为什么非要得到它不可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刚刚差点死在那里？我必须要得到莲子，这与我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瞧你那紧张的样子，你要是在这里等个10年8年，我可不奉陪。我只怕我等不及。这莲子是你自己要的，还是给别人的？给别人的。多重要的人啊，值得你舍命去拼，还这样等不及，他不是要死了吧？你光将距离放长有什么用？趁早给我解开！你休想拉我给你陪葬！
那你方才过去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我可不信你是为了还我东西。我那是……你就在这待着，等黑雾散去之后，我再进去看看。等黑雾散去，天都要黑了。而且你刚刚也说了，长生莲还未长成，你去了也娶不到莲子。你这么急干什么？听你的，明日一早我再去看看。等等，我们进到了阵法里。诸位可是要往七凤林？在下行事喜欢万全，诸位不巧，踏入了我设在琼居岛的阵法当中。更不巧的是，法阵4项：困、守、杀、奇。今日在下心血来潮，布的是杀阵。出阵！走！别急啊，我还有句话需要二位带回去，告诉你们阁主，穆玄灵是我要保的人，他若敢动，我不介意先毁了修仙阁。林中迷障太多，想要找到他们，恐怕不易。无妨，先把这里清理干净。是。这林中确实有古怪。山中密林，无星无月，很难辨认方向。先找个地方歇息吧。好。公子，这雾太大了，容易走散。要不我们……公子，南庄主，我跟谢雪晨走散了，在屋里转了好久，幸好遇见了你。你为何会来？这里这么危险。是为了我吗？天黑路难行，我带你找个地方休息，可好？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他，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妄图伪装他。姐姐，小远，姐姐，这里好可怕！我一直在找出去的路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姐姐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想要小远了吗？就像当年一样。没有，姐姐从来没想过丢下你，从来都没有。可邪修来的时候，姐姐为什么不在？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我不怪姐姐，但是我好害怕，这里好冷。姐姐留下来陪我好吗？姐姐说过，会永远陪着小远的。
你忘了吗？留下来陪我好吗？不行，你不能待在这儿，姐姐带你走。你就是想丢下我！你不要我了，我也不要你！小远，小远，小远。他不是你弟弟。其实你心里也清楚，他在11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是我没保护好他。杀他的是邪修，不是你。起来吧，自己站起来。我以为应该是我保护你。都说这七凤林险不可入，这险指的不是武力强弱，而是心智。那公子有遇见什么想见之人吗？见到了。然后呢？杀了。看来公子心中清明，宁愿毁掉，也不要一个假的。先休息一晚吧，待雾散了我们再走。还没睡啊？你一直没睡，是在担心我吗？你少自作多情了。我们势不两立，要不是有一线牵，我巴不得早点摆脱你。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那我就更不放心了。经过今日凤香那一炸，最好长生莲也死得透透的，这样你死了心，我也不用陪你继续耗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再试试。希望长生莲无恙，我们还能等到采得莲子的那一天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若你回不来呢？若是回不来，一线牵会自动消失，那时候你就自己回去吧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别的我又不想听。我想那凤香既然已经陨落，这林中想必也没有什么危险。即便是有，我昨天也来过了，不差这一回。莫玄灵，一会儿要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不必管我。那还用你说啊？不愧是长生莲，竟丝毫无损，甚至连周边的草木也恢复得如此之快。长生莲，长生莲，
世间竟真有此物。凤香，尊者，你没事儿啊？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昨日才见过，你不记得了？我还不至于连昨日的事情都不记得。长生莲，长生，你们是谁？是谁派来的？来此有何目的？难道凤香起死回生，与这长生莲有关？尊者，我们二人误入此地，不知那是何物。您方才说那是长生莲，能如此汲取天地之灵气，形成这无水之地，除了长生莲，不会再有其他。服下长生莲便可以长生吗？即使之前受过不可挽回的重伤，也可以复原。当然，长生莲可以助人长生，何况只是皮肉之伤呢？尊者已是法相之身，已教常人长寿许多，何必追求长生？长生久视，乃修道者毕生所求。若有足够的时间，便有可能突破法相巅峰，到达另一重境界。更何况，我时间也不多了。仙盟记载，当年暗族侵略人界，暗域的边境不断向人界推移。人族第一修士乾光君集结仙道万宗之力，结成仙盟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才设下万仙阵，隔绝了暗族入侵。尊者如今岁数不高，应还有数百年的寿元，是否是因为受过重伤，才导致寿元大减？猜得不错，但这些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误入此地，但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还是请回吧。可是此地灵力充沛，我们想在此修炼一番。那就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我不喜欢不相干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不是怀疑凤香昨日死而复生，又活了6000年之久，是因为她吃了长生莲？可是她为什么对昨日之事一点也不记得？我也不明白。也许这长生莲确实是有些古怪，而且我昨日见他之时，他也像是第一次见到长生莲一样。我甚至有一种猜想，或许是他出过什么意外，导致寿元大损。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，只能寄希望于长生莲来延长寿数。这过去的6000年，他很可能一直守候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他明明已经得到了长生，却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还要守候长生莲开花。若果真如此，他很可能曾多次来取过长生莲。如果有无用的莲心子被他留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再等到长生莲成熟，也不用再害怕来不及了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嘛？继续等，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奇异之处。他还在。不见了，凤香不见了。他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这落巫山真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日落了，凤香若还在的话，周围的灵物一定会随他波动。看来他已经不在此处了。但他一定还在不远的地方，这样他才能明日一早来这里寻长生莲。要想弄清楚这一切，必须得找到他才行。也许在他夜间栖息之地，
能找到莲心子。我去找凤香的气息，你回我们原来的山洞等我。哎，凭什么？我都在你身边跟了1天了，到了要揭秘的时候，你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我的目力又不比你差，就算天黑，我也不怕。我是担心你担心什么啊？这事儿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是非知道不可。你休想将我排除在外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。